嗯，哎，今儿4月15号下午1点35，今儿出来看，坐在学校这水边，然后跟大家聊一聊。今天主要想聊的是已经过去1个半月的我的这个上一场半马比赛。当然，除了聊一聊我那场半马比赛以外，我还想聊一聊，我这2年多的跑步训练大概是怎么样进行的，然后，最终是通过怎么样的训练达到我现在这个半马1小时26分51的这个水平。虽然说这个成绩也不是很快，但是我觉得，应该还是能给大家提供一些借鉴意义的。这场半马比赛我先简单的总结一下，就是赛前我的目标是1小时30分，因为我已经有1年没有跑半马比赛了，其实对自己的这个半马的速度也估得不是很准。但是又因为我这一阵的训练，然后我的手表，包括 Strava 给我的一些预测，我的配速大概能在4分10秒跑完一个半马，所以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4分10秒的速度起跑，并且尝试去坚持，如果坚持不住掉一点，也应该能够落在1小时30分以内，也应该能够达成我的目标。然后比赛当天的天气不是很理想，-7度，然后风特别大。天气预报给的体感温度是-13度。赛道的情况还是比较理想的，折返很少，然后一路去一路回，路还是比较平的。我看最后手表给的，总共是爬了70多米啊，当然这个不是很准，大概是这么一个范围。然后就是我起跑的位置，因为我往起点去的比较晚，我在我们那个大巴车上又等了一次厕所，排了一个队上了个厕所。所以等我去的时候呢，我们那跑团那团长就跟我说你从前面进，然后往后挤到女子精英的后面。然后我当时就从前面进了，但是因为当时前面人已经堆得很满了，所以也不太好往后面走了，我就没太往后走，我走在了大概第3排。等真正马上有鸣枪，然后大家往前一挤，我基本就在最前面了。我前面还有2个其他的中国人，所以你看我最后完赛的名次是228名，但是我起跑的时候可能在前10、前20名起跑，这个对我个人来说应该是个小小的优势，因为没有人挡着我嘛。但是对于别人来说可能是个小小的劣势，因为我后面的人都要去超过我，对吧？所以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这整场比赛我觉得我没有超过任何人，而是不停地被别人超过。然后可能这个起跑位置对我还有另外一个潜在的影响，就是刚一起跑大家都比较快，然后很快的时间内我旁边的人就大概都稳定在4分以内的配速了，然后我也是跟着这个速度在跑，所以一开始我觉得很快。第1个5公里我是20分08完成的，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这个速度太快了，可能有点跟不住，所以第2个5公里我就控制在了2小时40分的速度，但还是比我一开始4分10秒的那个目标是要快不少的。半程通过的时候我的平均配速是4分05，然后当时我就想半程4分05就过了，然后我当时感觉是我的后半程可能这个配速坚持不住，但是我想我还是尽可能的去坚持一下，尽可能去顶一顶。然后在后半程呢，可能是因为坡度，或者是顺风，或者是一些个人的心理因素，我后半程最终是成功的顶下来了。所以说也有一点掉，因为我第1个10公里是4分05的平均配速，然后第2个10公里就是4分08的配速了。最后呢还是以4分06、4分07左右的配速把这场半马给顶下来了，然后也算是挺大幅度的超越了我赛前制定的那个4分10秒的那个配速目标，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。然后最后2公里的感觉是我真的就只能匀速输出了，完全不具备去提速、去冲刺的那种体能了。然后我旁边就是我眼看着有一位女士，大概在最后几百米的时候，咚咚咚咚咚就提速就超过去了，特别帅。然后呢，我前面也有一个男的，他跟我距离不远，在最后1、2公里距离不远，但是我完全没有更多的余力去把配速大幅提升，比如说提到4分以内，能够坚持几百米，完全没有那个体力了。所以说这场半马确实是应该是完全的耗尽了。我看最后几百米，我的配速应该在4分02，就是4分左右，还稍微快了一点点。但是你想让我再快，或者有那种大步冲刺的感觉，我是完全冲不起来了。然后这场比赛补给就很简单，我赛前在起点的时候吃了一根小胶，麦上的小胶。比赛过程中7公里、14公里2根 CIS 的那个40克碳水的大胶，我感觉还不错。那个胶啪一下一挤，里面挺稀的，然后一吞就下去了，比我赛前吃的那麦盛那要稀得多，不用嚼。然
然后比较逗的就是赛场上的水了，其实就是因为去年他们参加过的都跟我说那个水冻上了，因为去年更冷。今年呢也够冷了，所以每一杯水都是冻着的。所以你看我视频里，我喝进一口，然后我要把冰吐出去，所以那水喝着也是稍微困难一些。但是呢，我就想，如果他们在水里搁一些电解质的话，会不会那个水就冻不上了？因为当时零下7度嘛，如果那水里搁一些盐，是吧？是不是就冻不上了？可能既补充了电解质，又补充了水，这是我猜啊。最后关于这场比赛，就是我想设想一下，如果在更理想的情况下，我还能快多少？比如说天气更暖和一点，比如说到5到10度的起跑温度，然后呢，我又能少穿2件衣服，因为我下面穿的是长裤子，我能换成短裤，腿活动的应该能更快一些。然后上身我是长袖套了一个背心，如果我只穿一个背心，又能少穿1件，所以说影响应该不太大，但是那我估计可能还能快个1、2秒。所以这就是我这场半马比赛的一些情况，然后再跟大家简单聊聊我是怎么一步一步练到这个水平的。首先，我正式开始练跑步是2024年的1月1号，因为我在练跑步之前，我一直是在做力量训练，虽说也没有很入门吧，就是当时深蹲应该在100公斤左右了，硬拉也在100公斤左右，所以腿部的力量应该还是有一定基础的。因为那会儿每天我练力量的时候就看黑影 TV 的那个频道嘛，就看博哥，基本上几乎每天健身房练的时候都是一边看着博哥一边练。然后当时可能也是被他的视频内容深深的吸引了，我就想，哎，要不干脆试试跑步。然后在23年底的时候，我就去迪卡侬买了几件跑步的装备，然后在12月底的时候买了一个高驰的佩斯3的手表，然后就开始了。然后因为在我练跑步之前，我已经看了很多的博哥的内容了嘛，所以当时我对这个跑步训练有了一些大致的理解，然后也是受博哥的影响，我知道这个跑量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，所以当我一开始跑步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我要把我的这个跑量一点一点的给它积累上去，通过渐进超负荷的这个理念。我在2024年第1年跑步的时候，我那一整年的平均的跑量就已经到205公里了。1月第1个月练，我就跑到了114公里，2月160，3月150，然后在24年的11月，跑量就第一次突破300公里到314，12月342，然后可能也是受博哥的影响，包括我自己也是对这种系统化的训练比较感兴趣，所以慢慢的我就把我的这个跑量一步一步的给提上去了。然后24年平均每月是205公里，25年平均每月就跑到270公里，然后25年的7月份应该就是我要来加拿大的那一个月，那个月跑得少，跑了80多公里，其他的基本上都200多公里。然后在25年的10月份开始，也是每个月都尽量维持在300公里以上，从10月份一直到现在都维持在300公里以上。所以我觉得可能确实像博哥所说的，对于健康的成年男性，你只要把跑量堆上去，同时你的体重又不太大的情况下，如果说你每月跑200公里，能跑300多公里，那半马130，我觉得正常人应该都能够达到，或者说可能就是有腿就行吧，对吧？虽然说有点夸张，但是我觉得差不多是这意思。成年女性可能是140，我觉得只要跑量到位，应该半马这个成绩应该都没什么问题。然后就是去年下半年来到这边，我加入了我本地那个跑团嘛，我的那个跑团，它训练的课表呢，它不是一个很极致的一个课表，它的那个课表可能是更加的适合跑团所有人，所以它的强度通常不是特别大。但是呢，又因为我在加入这个跑团之前这1年多的训练，我没有在我的训练中很系统性的结合进来节奏跑和间歇跑。之前我基本就是瞎跑，或者说我就单纯的去堆跑量。可能周末我偶尔跑一个长的，还是在北京市市区里那种瞎转着跑。然后呢，偶尔我自己心血来潮了去跑个间歇，或者去跑个节奏跑。但是呢，也很难说强度很高，或者说训练的质量很高。加入了我们这个跑团以后呢，每周2固定的是间歇，每周4是节奏跑。虽说我们这个跑团这课表它都不是很极限，但是我觉得每次的刺激应该还是有的，就是比我不跑这个课表，比我还是轻松跑，肯定是刺激性是要更强。尤其是在临近比赛的几周，他们也会刻意的去提高那个强度，比如说节奏跑的强度。我记得有一次强度比较大的是跑了2个20分钟，在4分03的配速，还是有坡的那个一个圈。然后包括前一阵跑的那25个1分钟快慢，那个我也觉得强度有点大。其他的其实基本上来讲强度不是特别大，但是对我来说呢，我觉得多多少少应该还是有一定帮助。所以总结来说呢，就是我首先有一定力量训练的基础，
我臀腿力量的这个本身的基础应该还是比较不错的。然后当我正式的开始跑步训练以后呢，我的这个跑量能够正常的循序渐进的加起来，然后我就是尽量的去保证跑量，把跑量堆起来，然后呢，同时在训练中加入一些变化，所以最终我就达成了我这场1小时26分51秒的半马。这么一说，就感觉这个逻辑其实特别简单，就是你只要出去跑就行了。还有一个简单的参考，就是我在25年的4月跑了一场，当时也是跑了一场半马，但那场半马的成绩没有太大的参考性，因为它爬升特别的多。但是那场半马我的完赛时间是1小时34，如果那场比赛我换到一个条件比较好的赛道，我当时的能力大概是1小时32，也就是说我从24年1月1号开始跑步，到25年跑了一年3个月的时候，我大概就具备了1小时32的半马。跑了2年3个月的时候，我就具备了1小时26的半马的这么一个水平，大概就是这样。还有什么值得说的呢？我想想啊，好像也没啥了。行吧，距离我的首马也不到3周了，我还是比较期待的。这周跑了3次15公里的轻松跑，明天周4准备去跑一次强度。这周我就把2次的强度训练变到1次了。下周应该还会去参加一下强度训练，但是可能会把距离再减一减。行吧，那咱今儿就先这么着。第一次在外面去用我的这个大相机，没有用我那小相机去拍视频，还挺有意思的啊。行，那咱今儿就先这么着，咱下回再聊啊。